没有，如果有一天现在说 Jacinda， 这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我自己说可以，但是别人说不行。哎，这就像啊，说中国就是我们最近不是都大家掀起了一股爱国的情怀嘛，当然也是因为香港问题，对吧？然后呢，我就有人就在问我，他说如果要是有比如说新西兰人跟你说类似于这个话，你会不会回击？他说你会不会怼他？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会解释来这个事情的原委。我说我当然会，我说这个吧，一开始我还觉得不会，但是后来我想想我为什么不会，这就很像是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别人说了我母亲，难道我不应该说回去吗？这个太应该了吧？或者说了我家里人，对呀，这就是我妈。对，你敢说我妈，那我不回去，我简直。或者比如说你觉得这件事呢，可能我要跟你好好解释一下，聊一下到底怎么样。我的情绪就是你说了我妈的那个。没有，我是会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心情，就无论你说的什么，就像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无论你说的对与错都不行，但是我妈，你怎么可以说我妈？我就是这个心情。但是以你了解 Damian 妈就会自己怼回去。对，这倒也是。但是就是作为子女的，就算 Damian 妈那么厉害，也是要对吧？对，是。但是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在这件事上我会比较理性冷静一点，我会跟他聊，我跟他聊怎么样的事情，我会生气，但是因为我尽可能压制，我会跟他聊这件事的原委。那关键就是我试图说服他们，如果说服不了，咱再说。对，就关键问题就是真的要跟你聊的这些人，他就不会是想说服你，他就是想看你，你知道吗？看你着急啊，着急，要不然他要真的是想跟你来聊这个话题的，他不会是那种语气，你知道那种人，你一听就是找事儿的，你无论说什么，他也还是会照例回你的，所以我就那既然这样，对吧？那我们就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这么开，我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转回我说的要说的话题。对不起，我也不，其实我今天没有想说到这儿，就忽然想起来了。其实我们两个今天有商量一个话题来着。昨天呢，其实新西兰来了一个，我们每天都有好吗？别我们每天都有，对，我们每天都有商量一个话题，但一上来呢，我们俩就聊偏了，然后拉回来，刚才那段忘了啊。好，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啊。然后昨天呢，有一个名人来新西兰了，这个名人呢，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政界啊、商界啊，或者是明星那种不一样。他也是明星啊。他是名人，我觉得是，对不对？这个区别。我觉得名人。薇娅。薇娅，大家认识吗？然后他的头衔是什么呢？他的头衔是全球好物推荐官。哇，好牛哦！真的，我给大家说一下薇娅的背景啊。然后薇娅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就挺甜美的一个小女生，她呢是出生在安徽，她现在的头衔官衔儿，然后就是全球好物推荐官以及淘宝第1主播。哎，那个叫什么那个男李佳琦啊，李佳琦是跟他不是一个 level 的是吗？不是，我跟你讲一组数字啊。哇，好吓人！薇娅是从2016年第一批进入淘宝直播的主播。然后他呢？我也是第一批进入新西兰电视台的主播是吧？那我跟你讲，你也不一样啊！我跟你讲这数字就知道了。2018年的双11，大家一定都知道。双11大家都会狂买东西，大家这些主播，淘宝上的主播们也会卯足了劲儿带货啊，带货。对不起，你像我这种就不是专业的，你做不了这件事儿，我肯定做不了。薇娅在去年的双11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就在开播后2小时，在薇娅直播间的销售量2.67亿人民币，一个人卖的，就在2小时之内。哎，他就是什么产品，他只要是好的产品，他都介绍，对不对？薇娅平常很多事，你看李佳琦介绍口红啊、香水什么的，但是薇娅是什么都介绍，包括母婴啊、护肤啊、生活好物啊都介绍。那为什么他可以就是他推荐的产品大家那么喜欢呢？他是怎么样？他就是第一批，他也是那种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当小白鼠一样，我亲自试给大家，我就试给大家看。你看，后来现在很多人模仿薇娅，都是说我涂口红在脸上，我擦这个润肤霜在脸上，我直接给你看效果，好不好？他就是第一批这样。他是始祖，开山始祖，对吧？我跟你讲，真的，他就是开创了一个直播的一个模式和一个方式。先跟大家来说，为什么要说他好不好？要不然我们俩没事儿干嘛要介绍薇娅呢？薇娅来到新西兰呢，薇娅也作为全球好物推荐官，跟新西兰贸发局一起合作，将在新西兰举办一次澳纽溯源之旅，然后是为了主要呢，就是给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
叫薇娅的女人们，她的女人是有一个族群，她叫薇娅的女人们，她的粉丝给薇娅的女人们来讲一讲。那么有没有薇娅的男人们？我好，就是在薇娅的女人们里面有一些男生，然后还或者是为这些薇娅的女人们出钱的背后的男生，对，你这个说的很对，是吧？所以呢，他就是来真正帮助这些薇娅的女人们来寻根溯源的，来介绍新西兰的好物。哇，真的，这会让新西兰的很多的企业大开眼界，看看人家。昨天有众多的这个企业，就是各界商界的，包括本地商业的，亲自去接他。真的是牛啊！这种对，人家卖都论集装箱可以带货的。薇娅真的是，就是薇娅，她看起来很柔弱的一个小女生，然后但是就整个人你会感觉她很有说服力。我们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她呢？是因为她跟我们新中传媒也有关系。是，就是啊，今天下午，她将会在奥克兰举办一个全球好物溯源发布会。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活动上呢再次跟薇娅见面，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专访，然后在周一的节目中，然后让她自己来说一说她的心路历程也好，还有包括这次来新西兰对新西兰的感受也好。哇，这就是见粉丝的一个感觉，不是见偶像的感觉。你不是说你也是他的女人吗？我昨天我是女人中的一员，对，反正非要划进去也行吧。对啊，对，然后你就要去了，对吧？对，我要去，然后我会跟薇娅直面。然后我很怕，就是说我要求薇娅把我发上她的那个直播间。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期待着周一看看 Damian 会带来什么样的好的消息给我们啊。是带来什么样的好的？我们也听一下这个全球好物推荐官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们也希望呢，Damian 可以再接再厉，背不住呢，你就可以成为下一个在新西兰的好物推荐官。就 Damian 背后的男人们。对，好，说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7点15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开始正式进入新闻内容。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稍后。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10杯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清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 265-2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
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路况播报由本田汽车冠名播出。全新本田今天就申请，任您选择2年3期零利率、零首付或36个月的3.9%利息，购买全新本田汽车从未这般简单容易。任君选择零首付、3.9%利息或1/3首付，2年3期零利息贷款。立即致电本田中文热线09-890-9018。早上的7点18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星期五的早晨通畅，没有很通畅。今天早上还好啊，就是在个别路段出现拥堵，但是大部分范围之内还算是过得去的。今天早上呢，我不知道最近这个天气怎么回事，反正每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都在下小雨，然后呢，一到我来到电台这边，哎，晴了。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说，开车的时候注意可能会有雨，都白说，因为都晴天了，所以今天我不说了。反正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啊。外边的路况还可以，个别的路段出现了拥堵。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具体路况。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前半段是只有在 Papakura 经过 Takanini 到 Redoubt 有一小段的黄色车多，过了 Redoubt 之后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这个拥堵呢是从 Princess Street 开始 ，Princess Street 到 Mount Wellington 现在是黄色车多 ，Mount Wellington 到 Ellerslie 有一小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llerslie 之后，一路到市中心，现在也都是黄色车多的路况。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20号高速呢，今天东向上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通畅的，暂时没有看到有了，我刚才刷新一下就有了。现在 Marora 到 Dominion Road 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Dominion Road 之后，经过 Hillsborough 到 Queenstown 是黄色车多，过了 Queenstown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西向上是在 Lambie 经过 Roscommon 到 Massey 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Massey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西区呢现在也还好，只是断断续续在个别路段上面有一点点拥堵。前半段是在18号到 Lincoln 这一个路口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Lincoln Road 之后呢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是从 Rosebank 开始又有一点点拥堵的情况 ，Rosebank 到 Greenock Road 黄色车多 ，Greenock Road 到 St. Luke's 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也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跟往常差不多，从 Greyview 开始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Greyview 到 Constellation Drive 目前来看是黄色车多，过了 Constellation Drive 之后，经过 Tristram、Northcote 一路到 Eastman Road 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状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w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wa 之后再一路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所以通常情况下周五都会是比往常来的要好一些些的，但是在个别路段还是在拥堵啊，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马上回来，正式进入到新闻内容。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7点22分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说国际新闻之前，我们还是照惯例，快速浏览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很多大事在昨天24小时之内发生。是。昨天最受人关注的2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是美国费城突发枪击事件，导致6名警察受伤送医，然后好在是这次没有人因为这次枪击事件
然后丧失生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发生在墨尔本，也是在警察巡逻时遭到了开枪扫射，现在已经有3人被逮捕了。这个世界啊，这么看起来是真的也是有点乱。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国际新闻当中跟大家来具体聊到这2次的枪击的事件。是，另外一方面，总理最近不是出访太平洋岛国吗？然后现在开完会了，然后终于出手了。这个出手呢，大家来评断是好还是不好？那是怎么了呢？就是总理简辛的宣布拨款1.5亿，帮助太平洋岛国对抗气候变化。1.5亿，噔噔噔噔，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那么就说到这件事情，昨天不是跟大家来聊到说我们的总理呢是剑指了澳大利亚的总理 Morrison 嘛？结果呢，这是非常说人家国家这个在环保上做得不够好，对，在气候管理上也不够好，尤其是作为太平洋岛国的大哥，没有起到任何带头作用，还拉了小弟的后腿，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呢，也大家都知道啊，杰森·纳尔顿在澳大利亚的民众当中有多么的受欢迎。那个时候不有民调嘛，他比澳大利亚本身的总理 Morrison 受欢迎程度还高。对，很多人都说新西兰人不知足，有这样的好总理都不好好珍惜，我们要。结果没想到呢，这回又反过来了，这怎么一下子就开始怒怼我们的总理杰森·纳尔顿了呢？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他们到底为什么。看来就是真的是，说归说，但是你要说我们家自己人，我们可以自己骂嘛。对，民调是我们自己的，你不能说如果我们这儿说一个民调，说我们总理比澳大利亚总理要 popular 多了，那你看他们会不会跟咱们撕？肯定会。你看啊，一会儿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到说杰森·纳尔顿到底怎么会被炮轰了呢？到底人家说了什么呢？对。这条新闻呢，让我稍微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就说种土豆对上了盖房子，政府的新政策呢，准备管一管新西兰最有生产力的农田了。就是这个土地到底是种土豆还是要用来盖房子？是，这回不是讨论哦，这是政府的政策。一会儿我们来看。对，所以我就是摸不着头脑。就是不让你盖呗。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啊，这件事情昨天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土豆广泛的，好广泛，就是那个成龙那个光，你 get 到了我的点。对。还有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聊到这件事情啊，就说在新西兰这边买办公家具到底有没有这么贵？一个新的数据呢是说，政府部门一个部门2年之间花了1000万。牛逼，就是呀，我觉得卢布听起来不是卢布啊，就是烟，1000万日本烟。对呀，那我都觉得1000万纽币啊，用来买办公家具，到底都是买了些什么？我们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真的，不过这件事呢，我自己是很失望。你是觉得花的不够吗？我是觉得这个演播间花了多少钱呢？有没有1000万啊？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刚才惊恐了。你说怎么可能呢？对哈，对吧？1000万呢？我觉得有没有10万？当然，我们整个楼可能是有了，但是我觉得你不可能说光买家具。对呀，光买家具哦，不是盖个楼哦。对啊。2年，那1年500万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整个当然设备这些另说啊。对啊，所以我才。我觉得楼啊，什么家具这些，你说那得买什么呢？可能是意大利定制的什么，不是意大利定制的那个什么小羊皮一类的。你说这个我就想起那个八卦的新闻，不是说是不是叫侯佩岑？侯佩岑，对，侯佩岑她不是台湾前女主播，然后周董的周董前女友，另外一个。哎呀，完了，忘记了。好了，就当我没有说过这条新闻。他是给他自己的准丈母娘买了一个什么施华洛世奇大龙嘛，在给他的酒店当中。吴佩慈啊，吴佩慈。准丈母娘就是嫁了好多年一直没嫁进去那个豪门的那个。对，他不是就那个是花了多少亿还是多少钱的买的那个巨龙嘛？但重点那个钱是自己的还是老公的？不是，我的点在这儿，就说那个龙哦，施华洛世奇的龙才花了几亿台币，还是说人民币的？你这个一下子花了1000万纽币。那我们就看，比如说很多美国大公司，哎，算了，一会儿我们再说啊。我们先说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第一件事情，先要跟大家来说关于这个，也是今天早上刚刚的特朗普发的一个 Twitter， 是跟香港有关的，就快速的跟大家来说，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特朗普直接在推文当中回应了，或者是发话了。香港问题，他是怎么说呢？他原话是说，如果习近平主席与抗议者直接
面对面的来进行交谈，那么香港问题就会有一个愉快和开明的结局，我对此毫不怀疑。所以他在喊话我们的习近平主席直接去香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答记者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华姐会怎么回应吧。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昨天呢，当然他这个论点我觉得也是有意思。昨天我其实看到新闻当中关于香港问题，跟大家来做一些更新。现在呢，香港的这些年轻人，我们知道他的诉求总共有5个，我就不在这边一一跟大家说了啊。那么当然，他们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呢，如果在香港把这件事情完不成，他们就要世界。类似于像巡游的这种感觉，在世界各地来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们要走向世界了，对吧？鼓掌。然后他们也说，他说我们一起来看，如果这个时候真的，他说大陆方面无论是派警察也好，还是派军队也好，如果真的来到香港，香港这个城市就毁了。他们反正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真的就毁了。一会儿我会在那个8点整的时候再播一次整点新闻，大家听一下俄罗斯怎么处理这些方面的事情。哎呦，我发现你也跟我今天早上说骂我妈妈不行的那个状态了。不，但是我很平静吧？可能哪里？你只是装作自己。我今天特意找了这条整点新闻，就是念给大家听的。哎，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很棒哦？他们说要走向世界，是很好啊。首先他去了俄罗斯，然后没有申报，他就会被抓。然后呢，当然了，昨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新西兰政府说了。如果在必要情况下，如果香港再次暴力升级，新西兰会采取撤侨的行动。撤就是那就叫撤新西兰侨的行动，对吧？对，人家说的侨是说的自己国家嘛，对。所以说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这件事。特朗普也是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间喊了这么句话。还有一个事儿啊，泰国昨天也回应了，回应了。泰国国王以及泰国皇家空军说了，如果香港机场再不能恢复秩序，然后影响到泰国旅游中转，然后泰国皇家航空将会考虑派出2架专机，协同泰国官方驻香港部门的人员接待所有泰国旅客回国，这将导致破坏泰国与香港共建的旅游协议。哇塞！你看啊，做这件事情其实挺有趣的。我昨天还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还在聊到这件事儿。他就说，你看，说西方人啊，他们在没有就是说香港的这些抗议者没有占领国际机场的时候，一直都是发的声音都是说什么要支持他们自由发声啊，对，这是香港人民自己的诉求啊，等等等等。一旦你看开始占国际机场了，影响到他们出行了，他们都中转的飞机了，开始不干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说机场这个，之前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说在机场生活的那个人，因为机场你出了边检，你就已经在一个不是 nowhere 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所以说其实机场在大家印象中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地方。你不要去搞到这种地方，而且关键问题就是他们就觉得影响到自己出行了，那你这件事情，那你就咱们又说回来，新西兰上次那个毛利土地争端的那件事情，对啊，不是被警察拉回来了吗？那是直接就拉走啊，没有任何商量的。如果你阻断任何的这种公路，然后比如说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的这样，然后又阻断公共交通，那是一定抓起来，抓你没商量的。你想900多架航次，那都是国际航班呢，你想那影响的人次，现在一共有1500，就是总共500架了，航班。1500个航班，1500个航班，所以说啊，就这件事情我们还会持续来关注。人家已经说了要走向世界了，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能走到哪里去啊？我们看看他到底能走多远？对，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中国方面我们得到的，应该说是大陆方面啊，得到的最新的消息也在说，他就是反正也在喊话嘛，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铁定、肯定以及一定有能力要把它解决的，只是我们要不要这么做而已。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内政啊，然后我们大家聊归聊，真正具体中方怎么来解决，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是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着。好了，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再把目光转到这2次的枪击事件，也是前后可能差不了几个小时发生的。是，首先我们刚才提到，昨天下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都市晚高峰中就已经有简短的提到，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发生了这起严重性的枪击事件。
然后这次的枪击事件呢，是导致6名警察在与枪手对峙的过程中中枪，目前受伤的警察已经被送往医院，然后无生命危险。其实这件事情呢，是警方在可以说是处理这种毒品侦查的任务，是正常工作。然后呢，就在一个住宅当中，忽然呢就听到里面出现了这个交火的声音，现场一度呢也是非常的混乱。对，据称呢是说嫌疑人是拥有一把长步枪，在对警方呢来进行扫射，并且呢有据这个周围的民众说，当时扫射的过程中，子弹像枪林弹雨，就像枪战片一样，然后飞出来。就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画面有多紧张。但是好消息就是说呢，虽然有6名的警员是受伤了，但是现在都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这一位我们说肯定是跟毒品相关嘛，这一位嫌犯也是已经被缉拿归案了。所以说呢，大概在僵持多个小时之后，首先是先解救了被困的这2名警察，然后接下来呢，然后在多次沟通之后，然后警方在表示不会伤害他，不会进行射杀他之后，他终于才制服了他。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又再次引发了恐慌，就是无论是说他是恐怖袭击者，他是毒贩还是谁，还是枪，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真的太可怕，这是其一。第二件事情就又发生在澳大利亚，这一次呢不是悉尼了，是墨尔本。墨尔本呢也是警察巡逻的时候遭到了开枪扫射。是，昨天呢是说警察在一个快餐店附近，然后遭到了1名男子的扫射，然后是在14日凌晨3点左右，警察正在巡逻期间，然后警察稍等啊，先是有车猛力撞击了警车。你刚才是断片了吗？今天周五可能心情太好，你知道吗？先别想晚上的事儿啊，先把早晨的工作做好。是，首先呢是警察遭到枪击，接着呢警察跑进了附近的一家快餐店躲避。我忽然间想吃麦当劳了。我刚才特意绕过了那个快餐店名字。对啊，就因为你绕过了。我好想吃一个什么那个蛋。因为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新闻实在是有点沉重，我是故意在调节气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我这个点，我这算黑色幽默吗？算，这时候应该有周杰伦的歌响起。然后先是他们先扫射了警察，警察躲避，然后接着呢，这个人又撞向了警车，然后肇事车辆飞速逃离现场。是，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也是警方很快引导着麦当劳快餐厅的，我就有点想吃，这些职员呢以及顾客呢，赶快的疏散，然后负责搜查的警察和事后呢，在事后总共是拘捕了3名男子，其中1名33岁的男子称自己是无家可归者，另外2名呢年龄分别是26岁，还有一个18岁的男子，都表示是说住在当地。是。然后这次匪徒呢使用的是一把散弹枪，但目前为止呢，这把枪还没有被寻获，应该是他们在逃窜的时候不知道丢哪儿了，丢了或者藏起来都有可能吧。现在大家就是说，墨尔本警方这个维州警方呢，也是呼吁大家，如果见到任何可疑的人物以及可疑的这个枪械，然后一定要跟维州警方联系。那他也没说为什么，对吧？就是就是也不是，就像刚才美国的那个直接就说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后续的消息出来，但是这也是属于一个就是特别随机、特别 random 的一个事情。那也就是枪的问题，你看他虽然不是说什么步枪那一类的，但也是散弹枪，对吧？那等于说就是你 random 的人忽然间拿出了一把枪，就是你巡逻，我看你不爽，我打了你几枪。那这个真的就是有枪哦，还是？反正我们今天关注一下吧，看一下维州警方那边会有什么最新的跟进。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今天下午的节目中会有一个看看有一个什么更新给大家吧。好了，时间关系啊，已经到了7点36分，继续来往下说。我今天嘴一直说不利索，你发现了吗？我也是。就是我一直说各种词都说错。现在有一件事情让你能够快速的把你的那个口条给弄顺，他问你 YouTube 怎么加。好，那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以及收听方式。如果大家现在是用苹果手机呢，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搜索我们的 NZFM 906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是安卓手机呢，您可以搜索华文电台，切换地区到新西兰之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是关心我们的，比如说想要在线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上搜索我们的 NZCM News， 然后来观看我们的专业，然后您可以关注并且 like 以后，然后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当然，我们最近 YouTube 的直播频道呢也重新上线，然后现在如果您在 YouTube 上搜索 Panda TV 37，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你看是不是顺了？我就让你说一遍这个，你的口就练回来。真的？为什么我每次说台宣的时候说的都特别顺？我就不行，我就这方面，我觉得你是救了我，而且还有数学的，我现在完全放弃。台宣，然后抽数字，然后金主爸爸都归你。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好，下一组是数字方面的消息。我会念。说到的什么是股市方面，最近啊，真的是无论是大家投资用股市，在股汇市的市场当中，真的是要多加留意的，波动很大。有的时候啊，像我这种平民老百姓，又是数字不行，心脏也不太行的人，做不了这种事儿。是，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昨天早上一开始我们就说了，道琼斯指数暴跌800点，对，然后跌幅超过3%，这个跌幅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第4大跌幅。当然也不仅仅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就是美国的3大股指都在跌，还包括纳斯达克指数，还有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经历了当天3%的重挫。那么我们也看看啊，这个美国方面也是说了，整个这个美国的股市在周三的时候也是通通都跌了回去，这也是呢创下了历史上的第4大单日跌幅。当然，为什么会出现，肯定是有一个原因的。然后据美国方面的报道以及分析呢，这是源自于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曲线竟然与2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曲线出现了倒挂。哦，就等于说10年的低于2年的了。对，这有点夸张。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并且呢，这件事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现在对这个经济不稳定以及经济趋势低迷或者走向什么方向抱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其实特朗普现在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对于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说，选举的民众来说，可能你在执政前半段他会关注很多事，关注你这个人怎么样，关注你的国际上面的一些发言怎么样，或者是说呢，你关注国际事务，你什么人生不是人生了，这个人生不是，就是关于叫什么生活方面的很多的政策，你做的怎么样，等等等等，包括你的一言一行，对，这些可能在前半期大家都会注意，但到了最后真正开始投票的时候，还是老百姓，经对老百姓在意你到底对这个本国的经济以及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直接影响。其实说到你说啊，什么关心 well-being 啊，等等等等，那最后能够我们很直观感觉到的，不还是说对不起，你有多少钱可以花，我到底我花出去的钱能不能给我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是最直观的嘛。我兜里能揣多少钱？我揣的钱多了，我才能花呀。对呀，对吧？而且我这个钱到底就是，比如说同样的钱，我是不是可以买到更好的生活的质量了？等等等等。到最后投票的，无论你什么政策，都归功到这个感受，而且这个感受是最直观的。所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他是面临大选的。那么到了最后的最后，民众会不会有这个感受？其实就是他票到底还会不会再投给他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他不会把这件事归在自己身上。那当然，人家又发 Twitter 了嘛。特朗普怎么说呢？就在这个股市3大股指暴跌3%之后，特朗普说什么呢？特朗普说，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一边，然后呢，同时又指责说，这是因为美联储上次降息降得不够。还不够，对，他觉得不够。然后呢，同时呢，他说不要关注于美国市场，其他国家的股市都在跌。然后尤其呢，还有德国，他们才是导致股市下跌的罪魁祸首，跟我们没关系。德国真的是最近那经济一塌糊涂。那还有什么？还有阿根廷，阿根廷因为总统选举，然后没有选上。导致整个阿根廷经济崩盘。对，现在德国也是负利率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已经到了就大家反正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个东西啊，它现在可以推出去，但等到大选的时候，谁管储备银行是谁呀？他现在不是在挽救吗？挽救吗？然后昨天我们说了什么？不就是说他要把东西卖给日本？对，然后就说这个缺口，中国的缺口谁来堵上呢？日本，他得需要找一个
钱多人听话的角色。哎，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对。嗯，钱多人听，钱多不多不知道，但是他认为钱多。当然了，钱多人听话有2家嘛，一家可以榨军费，另外一家呢就买农产品吧。所以说呢，昨天我们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说，就说呢，美国是要求日本呢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一个采购量。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怎么办了呢？是，首先呢，日本在就是说就特朗普要求的这个采购金额庞大的农产品，包括大豆以及小麦等产品。然后呢，为了避免这个贸易争端，然后就是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到日本经济，那日本要怎么样呢？日本先是一片哗然，然后震惊，然后最后决定说好，我们还是接了呀。对，他当时你看啊，他的原话在说，他说呢，在盟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当时日本是怎么样了？对，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说完全没什么改变呢。我们仍然是在等待着，就说他们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这边来签署协议，遵守。是，他接了以后怎么办呢？日本人民不干，因为接了这一些农产品，其实会对日本整个农业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怎么办呢？安倍晋三只能曲线救国，将具体购买的美国产品再捐助给了非洲。哎，他这个倒是个好办法。你想啊，本来呢，就作为所谓的发达国家，你都要有资助，所谓的这种发展中或者是贫困国家的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在日本来看的话呢，比如说他本来就要资助非洲多少钱，或者多少粮食，那么现在同样的钱，我只不过是从美国那儿买的，然后我捐助给非洲。不，这件事情是这样看啊。首先，如果这批农产品流入了日本市场，一定会对日本市场整个的这个价格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不流入不行吗？直接捐？对，就现在就直接捐，因为它不能让它进。对，是的。就是进来以后，首先无论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会影响到本国物价。然后这批进口东西，你卖的便宜还是贵，最直接就影响到本国物价。它就是不能让它进，直接转走。哇，这也是很逼的，好难哦，我觉得左右为难。真的是，这个反正现在的状态，就日本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我现在在怕啊，我的阴谋论，你说美国会不会就有一种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东西，捐给了非洲？当然了，现在已经爆出来了嘛，就是说日本买了，然后援助非洲了。那具体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背后还有哪些数据，稍后回来。
伦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enline TV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啊，国际方面的新闻。我们把美国要卖农产品给日本的这件事说完。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后边的这个数据真的说明了很多问题。对，就说中国不买，或者是说减少买，对美国有多大影响？但为什么中国不买？这是有原因的呀。那他先。对吧？对，首先呢，就是因为美国在多次12次谈判中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出尔反尔12次，对，言而无信，缺乏信用，然后并且呢，又从各个方面开完会就打压你，就是说开会的时候我先摸了你的底，接着我就打压你的这种方式。当然，从去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调整这个整个的进口，从美国进口，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做什么呢？中国就开始加速布局多元化农产品合作国家的名单。你看啊，就是有一种感觉，以前以为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像咱俩做新闻的，本来就是呢，就是这么说，忽然间上了一个不同路子的，一开始觉得不太适应，后来就开始说，那你这个路子，我也这个路子，那就同样的路子来嘛，对不对？就是大家也都野嘛，对吧？你野我也野，你是有小弟，但是我们有朋友嘛，对不对？你这个小弟说的也是好自然。对啊。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数字啊，挺有趣的。他就说，在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农产品进口呢，是总共花了718.4亿美金，同比是增长了3.5%。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是看到巴西、阿根廷、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都是因为中国产品的进口繁荣而受到了获益，对吧？那么其中呢，但是美国产品，刚才我们不也说了嘛，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是直接降了20%，而且还在持续下降。所以导致什么呢？就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超过了145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必须要有新的买主才能够吃得下美国的这些农产品。是，现在是为什么呢？它主要下跌的这20%是哪些呢？是美国鸡肉以及美国小麦，还有玉米、棉花等等农产品。但是现在呢，在中国取消了美国订单之后呢，巴西就取代了美国，首先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棉花以及大豆供应国。我们之前不说了吗？加拿大那边的那个大豆也卖不出去了吗？对，还有包括油菜花油菜籽也卖不出去了。是，现在就是看到中国这边就直接说，上半年我们就是71.84亿，我不从你美国买，我就从别的地方。718.4亿。我刚才说什么？71.84亿。哦。照着念我也能念对，小数点摆在那儿呢。718.4亿。美金，对吧？他就说呢，意思你美国不卖，那世界上种这东西多了，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卖，你看人家开不开心？而且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些农户，他们已经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是我要种这么多产品是有人买的。你现在忽然间等于说没人买了，对吧？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说啊，你看好多奶农倒奶，对，就一个意思，是不是？我那么多奶了，我也不能说便宜卖了吧？对，那便宜卖经济就崩溃了。我倒掉。对呀，所以现在美国就是一样的状态。那美国才没有倒掉这些小麦、什么大豆、棉花之前，是先卖给日本。我先卖一部分给钱多人听话的小伙伴们，然后呢，再从别的地儿。钱多这件事情哦，那真的就是他说的，日本可不会承认自己钱多。然后并且呢，我们再从军费上面捞一笔贴补一下，对吧？然后呢，具体后续怎么办？那就看看到底还会谁是下一个。那他的小伙伴他还可以就是我不他的小伙伴还有一些呢。那倒也是。对，他的小伙伴就比如说，就是太平洋大国啊，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啊，是吧？对，这一类的。好，那么接着，当然我们相比较来说呢，澳大利亚啊，就是比新西兰可能要靠得更近一点。这件事情我们也是。他现在正在卖东西给中国呢。他现在是出口受益国。哎，你说真的是下一个，如果美国是说，那日本毕竟是人多，他还是吞不下这么多的，对吧？对。日本现在点头了，要，然后捐给非洲嘛。那么现在如果接下来日本吞不下，那接着往外，那如果要问到澳大利亚，你说澳大利亚该怎么办？他现在可是澳大利亚是受益的哦，卖给了中国很多农产品，因为不从美国那。我觉得从这样的情况下啊，他照吞，两个都吞，他这边照吞，那边卖。
那中国会干？他卖自己的只能是，他吞一部分他需要的呗。那日本也不需要，那就是要愣。比如说，你看现在澳大利亚可以这样啊，澳大利亚吞下来捐助给太平洋岛国啊，可以，对吧？哎呦，你这个太睿智了。那如果澳大利亚真的被逼了的话，那就捐给太平洋岛国呗。对，他们还说那个某一些国家在太平洋岛国的控制太多了嘛？但是我想请问，那么多大豆小麦捐给太平洋岛国到底要干嘛？是。好了，欢迎大家对这件事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说一说。我们快速的再把朝鲜的事情也说一说。反正朝鲜、韩国、日本现在是一团乱。一个呢，就是朝鲜上方面是警告美国不要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这是在什么时候警告呢？这是在朝鲜民族解放74周年的时候警告的，就这个节点。也选的特别对，就直接说了，如果你真的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到处要部署，是也包括了澳大利亚，对吧？那么现在朝鲜就说，如果你在韩国部署，那我绝对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了。是，然后他们说，如果现在要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韩国将沦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前哨基地，就直接这么说的。人就说这个叫引火烧身的愚蠢自杀行为。自杀行为，他是说韩国自杀吧？对，是说韩国。那么当然这件事情说完了之后，这不是正值庆祝朝鲜民族解放74周年嘛？现在也有人跟他去祝贺，谁呢？普京和金正恩互致贺电，庆祝朝鲜民族解放74周年。金正恩呢就在致给普京的贺电中表示，朝俄人民在共同抗日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非常好的战友情谊，延续至今。对于那些解放朝鲜事业献出生命的红军官兵，朝鲜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这是解放嘛，因为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嘛，所以说人家互相不是，我只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我们说什么8个宿舍女生，为什么中国没有？有啦，肯定有，这只不过就是就是因为这个有关联。对，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说8个女生当中有多少个群，现在就那一片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都不知道建了多少个群了，现在可能快要加入新加坡了，你知道吗？对，也要加入新加坡，因为要接盘嘛，要接香港的盘，对，所以以后那边当然了，普京也回复了。普京说，为朝鲜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苏联红军然后和朝鲜爱国者曾并肩作战，俄朝两国人民呢依然珍藏着这段难忘的回忆。俄罗斯与及朝鲜之间的关系会逐步升温，然后也同时在今年的这个4月25号的他们的会谈中，也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好的，以后我们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双边的合作啊，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这也让那一片很精彩。好了，时间关系7点57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以及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带给大家更有趣的新西兰昨天24小时发生什么。
伦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新西兰人口过去1年增长7.6万人，移民贡献近70%。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目前有492万人口，比去年增加了7.6万人。按照这个速度，截止到今年圣诞节，人口将不会突破500万的大关。新西兰统计局表示，以历史的国际标准衡量，新西兰人口增速依然很高。世界人口目前正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在过去的5年里，新西兰每年的人口增速都超过了这一水平。但在去年增长的人口中，主要还是净移民数量增长做出了贡献。截止至今年6月的1年里，净流入人民为4.49万人，自然增长人口数仅为2.6万人。今年早些时候，新西兰预计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可以达到500万人大关，但是新西兰统计局改变了原本的统计方式，然后最后下调了这一数字。政府和私人机构再投入1650万推广电动汽车。新西兰能源部部长昨天宣布，政府将再次投入450万纽币，加上私人机构投入的1200万纽币，总计1650万纽币的资金用于多个推广电动或低排放汽车的项目。能源部长表示，降低汽车尾气排放和污染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据悉，这次获得拨款的项目一共有29个，包括提高充电站数量以及对电动载货卡车进行试验等。这也是新西兰低排放汽车基金的第7次拨款。历次的拨款对象包括南北岛的渡轮上的电动充电桩、电动卡车试验项目以及奥克兰电动车充电中心等等。另据统计，至今一共有120个项目得到了资金的援助，其中2090万来自新西兰政府。新西兰首家24小时 Kmart 开业，新西兰第一家7×24小时的 Kmart 昨天开业。商场启动全天候的营业，为庆祝这一开始，商场在昨天晚上举办了一系列的家庭和亲子活动，还有一个深夜市集。Kmart 表示，5000平米的 Silver Park 门店是新西兰第一家全天候门店，未来还可能开出更多的门店。Silver Park 商场也表示，欢迎店家在商场内做出更多的尝试。Kmart 决定在商场内24小时，有助于让 Silver Park 商场继续保持新西兰人最爱的购物地的美称。Kmart 的母公司澳大利亚 Wesfarmers 今年上半年就 Kmart 在新西兰业绩下跌 3.8%， 但仍然是母公司的关键盈利来源。Wesfarmers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一共有531家的 Kmart 门店。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费城突发枪击事件，6名警察受伤送医。当地时间8月14日下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称，6名警察在与枪手对峙过程中中枪，目前受伤的警察已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费城警察局局长表示，2名警察被困在枪林弹雨的住宅当中，警方试图联系枪手，但一直没有成功。最后在僵持数小时之后，终于将2名警察解救。再过去数小时，枪手终于被制服。莫斯科警方拘留上千非法集会人士，俄罗斯政府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秘书会近日表示，俄罗斯政府支持莫斯科警方采取坚决制止社会骚乱的行动。他对媒体表示，克里姆林宫认为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对不应该过度使用暴力，但是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制止社会骚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
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09-272-3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北岛的北部地区，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呢，今天会使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呢，尤其是在奥克兰的附近啊，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是9摄氏度。那么在北岛的南部地区呢，也可以看到今天也基本上都会是晴有云，偶有阵雨的天气，但是气温方面跟前2天相比稍微有所回升。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也是回升到了10摄氏度。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在西海岸可能会下起雨来，那么在东海岸呢，会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而且在气温方面出现了很明显的回升。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5度，最低也有7摄氏度。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最南端会下起雨来，当然也包括皇后镇。但是在南岛中部地区，今天还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基本上都会升到0上了。基督城今天是5到16度，皇后镇最低温度也有20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周末，可不是我说的啊 ，Met Service 给出的这个气象图就是全部下雨。周六啊，南岛、北岛。而且没有晴天，全部都是下雨当中的，气温稍微暖和一点。惠灵顿奥克兰明天是9到16度，但是会是有雨的天气。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 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餐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
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8点钟过后，我们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今天内容也很多，是，我们就快速的啊。你有没有觉得咱俩到了星期五都是很亢奋？就是那个新闻本来、然后今天又要抽奖。对，今天会有大奖产生。对，你知道每天啊，我们讲到那条新闻，可能都是那种又是这样的事情。一到星期五就觉得又出了这样的事情。一会儿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我非常愉快的，然后可能在倒数30秒的时候就说非常感谢大家陪伴那个上次。是，好了，anyway，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早上的新闻内容也非常多，我们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究竟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是，刚才在国际新闻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了解了一下费城枪击案以及墨尔本枪击案、这2大枪击案发生在同一天的事情，然后是让人非常的担心，现在世界是不是真的乱套？但是这2个枪击事件呢，先来说都是跟种族什么没关系的。一个呢，就是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是在警方的巡逻的过程当中突发的，另外的一个呢是在扫毒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枪击事件，但是都是有枪。对，这2件事情还是依然是跟控枪相对来说有一些关系的。然后稍后呢，我们又跟大家了解了，然后现在美方跟日本，然后强塞日本出口货额的这个事情。日本方面给出的回应就是我买完了之后我捐给非洲，我就是原路捐给非洲。然后说到澳大利亚嘛，我就在猜，如果要是下一个逼澳大利亚买，澳大利亚会不会捐给太平洋？你刚才是骂人吗？没有啊。好，说了什么？没有，就不要回忆。对，好，他会捐给新西兰嘛？捐给新西兰，新西兰捐给谁呀？不是捐给我们自己留着好吗？我物价那么，新西兰是需要人捐的吗？我们还得给人家钱呢。我们物价那么贵。没有，我们拨款了1.5亿呢。我们一会儿在新西兰新闻会跟大家来说到嘛，说总理呢这一次不是去到太平洋岛国参加峰会，那么峰会呢昨天进行了12个小时的各国领导人的一个会谈，结果是什么？今天晚些时候才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反正新西兰方面，首先总理是代表我们拨款1.5亿。驻太平洋岛国是对抗气候的变化问题。一会儿具体来看这1.5亿用来干什么。是，另外一方面，昨天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总理呢，在昨天罕见的，也不能算是炮轰吧，但是质疑了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大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作为，并且对气候变化没有做出贡献，同时又在对气候变化做出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澳大利亚人民回击了，说你这是虚伪。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啊，道貌岸然，这怎么就是一会儿爱一会儿如此就不爱了呢？这到底这个爱和不爱是这么就在一语之间？对，看来就真的是骂自己家人不行哦，说了 Morrison 就不行。是。好了，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还有呢，既然说到了农产品这件事儿，我们就来说说新西兰现在也在面临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就是要种土豆还是要盖房子？怎么回事呢？就是政府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政策，要来管一管新西兰最有生产力的那些农田。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大讨论啊。一会儿我们来看看是房子重要还是土豆重要。是，下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让人闹心的政府啊，然后在过去2年花了1000万纽，一个部门花了1000万。Get it right，不是整个政府。我就说这个政府闹心的政府，然后其中一个部门就花了1000万纽币来置办家具，2年间等于1年花了500万。你说他们买了啥？可能是买了一栋楼吧。我们还拿自己的那个我们演播间来举例，我这么多设备，这么多灯，你看把我们俩照得这么美，我们有没有花那么多钱？什么时候政府部门把我们电视台买了吧？我差点一口水呛着你，是吧？这么有钱是吧？对，他500万买家具都能把电视台买。他干嘛不这么多有钱买家具？不能，我不知道，我乱说的。我就说他这么有钱，当然不是说这个钱了，我说他这么有钱，买家具，他买商业，然后扶持商业，然后买电视台，买不好吗？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件事情。好了，我们接着啊，一条一条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方面的新闻。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来看总理这一次的太平洋的岛国的峰会之行，当然现在还在持续当中。昨天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所有的领导人举行了峰会，开了12个小时，是。说的也是非常累啊，然后最后呢是艰难的
等于说达成了一个类似于像 statement， 但是这个 statement 具体的内容呢，总理是说在今天晚些时候会跟大家来公布，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谈成了什么。肯定是跟气候变化是最主要的话题嘛，肯定跟这个有关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吧，到底他们谈成什么。我估计到下周一才能告诉大家。但是知道的事情就是在开大会进去开这12小时会之前，我们的总理就宣布了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新西兰将会投入1.5亿纽币，专门用来支持太平洋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你先说一说具体的，你再笑。是1.5亿纽币，主要的是用于太平洋岛国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了修建淡水储备设备，包括购买更好的工具，抵抗干旱、洪水，甚至于海水倒灌。还有呢，他说有一部分资金是专门用于消除一些入侵的物种，比如说威胁到粮食安全的一些动植物。等一下，我们导播这条新闻是下一个。这个手举起来这件事情是说是批评我们总理的那个人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他，要不然大家会看到那个。现在我们应该放什么照片？我们现在应该放一张纽币的照片。对，是吧？然后当然了，这笔资金呢，现在是说有560万纽币将用于这个图瓦卢的具体项目。然后不是有1.5亿吗？当然得分散吧。然后现在开会的这个图瓦卢是会分到560万。首先动工的是一些当地的岛屿的储水设备。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1.5亿就直接在这个会上宣布之外呢，其实新西兰专门在气候变化发展基金上总共呢是储备了3亿纽币，这是新西兰呢面向全球的一个承诺。所以呢，现在已经在3亿纽币当中拿出了1.5亿，专门用于太平洋地区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哲森大队呢也说了，他说预计啊，现在虽然拿出了一半，可是他预计太平洋地区最终可能会获得整个3亿基金的2/3。刚才默默的就倒抽了一口凉气，然后我们把新闻继续跟大家说完，咱们再来讨论啊。然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地区呢，都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然后方面来大力支持太平洋岛国的问题的。然后但是呢，一直缺乏实际行动，遭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于这次举办这个太平洋岛峰会的这个图瓦卢总理的批评。当然了，我们就说到澳大利亚还是比我们厉害嘛，那人家毕竟还是大哥，新西兰承不承认，那他无论是从什么都比我们大，对吧？对，是。那么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既然新西兰都说了3亿，其中可能有2/3都会分给太平洋岛国，那澳大利亚给了多少钱呢？3亿的2/3多少钱？你这不是难为我吗？2/3除以31。1乘以2是2。对呀，3亿的2/3还要算那么久吗？当然了，澳大利亚现在就说要拿5亿来做这个计划，然后主要呢是从援助资金，然后帮助太平洋岛国，然后来投资。对呀，澳大利亚呢这笔资金呢将是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然后包括控制气候变化。因为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澳大利亚特别擅长于做这个太阳能嘛，对，所以他们会主要在能源方面帮助这些太平洋岛国。是的，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怎么说质疑吧，就说呢，我们都在说新西兰这边，包括了我们的副总理一直在强调，就说我们本来的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该在整个太平洋岛国当中起到带头作用，或者是起到一个。那你说应不应该？应该，当然是应该。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一定得加大，要不加大我们的这个大哥和二哥的地位就被人占了，你可能就会沦为3哥了。他是说，当然占是谁占呢？是某些亚洲国家，不就直接说嘛，就说中国方面在基础设施这方面投的比较多，所以现在就在说呢，现在无论如果我们不投钱，人家要投呢。对，所以加在一起，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边在气候变化投了7亿，当然也都是跟基础设施有关的，包括建水厂啊，也包括了像这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什么太阳能啊等等。然后呢，就说希望说能够让太平洋岛国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哥和二哥紧密的连接。但是说真的啊，讲真。小娇口头禅，讲真，7亿真的对于中国来说又算什么呢？纽币哈。7亿纽币，7亿纽币多少？7亿纽币大概40亿人民币吧。然后咱们就说7亿纽币啊，不是30亿人民币，30亿人民币对于人民币的中国现在的体量又算什么呢？
就看中国扶持非洲，扶持一些就是“一带一路”，这次每个国家包括这些国家贷款什么的都给出多少钱？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就让澳大利亚去买美国的大豆，然后捐给太平洋岛国吧。对，我觉得也是，然后就捐点太阳能板，然后呢，我们可以帮他们去。美国卖不卖太阳能板？卖吧，应该中国也卖。中国的太阳能现在技术真的是全球数一数二了。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说到，这不是关于环境方面嘛？我们昨天也提到，扎西拉尔丹在这个会上就直接剑指澳大利亚，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澳大利亚他们的那个煤矿的产业，或者是能源的这个产业是澳大利亚的支柱。但是他就说了，他说你作为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大哥，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太平洋现在岛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可能会导致这些岛消失。所以你还在这个时候不负起你自己的责任，你光捐钱有什么用啊？你5亿够干嘛的呀？你也不能让海平面下降啊，对不对？他说还是你要应该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比如说你的碳排放量，你的能源是不是可以不要再这样开发，等等等等，这不剑指了吗？然后今天就看到新闻，我们的总理被炮轰了。不过线上有个朋友，我们先把他来听一下啊。早上好。Hello， 早上好。我看那个新西兰早间新闻。对呀，您现在正在线。我在线呢。对。我感觉你那个主持人特别，我特别讨厌这个女生的主持人，她是不是像白痴啊？连国情都不明白，还主持什么？好的，说没问题。您说。说哪里呢？您觉得不对？我说他哪里都不对，我就讨厌他。不是，您是连国情自己国家有什么都不知道吗？好。是因为我没有算对数吗？3乘以2/3没有算对。是他算对数，他就坐在那儿，我就没感觉他把我们中国很多的东西表现出来。您是在看我们节目吗？对呀，我就在看你们节目啊。然后您现在是说，您是对小娇刚才说的一些言论，然后有我说中国了吗？对呀，说那个捐款。哦，是这样，对，很多事情啊。好，我感觉他的他在言语方面，就让人中国老百姓听着就不舒服。好，行，那个您那边信号也不好，然后这样，然后我们会让我们什么我叫信号不好，我好得很啊，不是，因为您那边有一点。我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就是他说的话，我跟你讲，一点就没有感觉到体现出一个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看直播，我都看不下去了。好，非常感谢您。这不是我们挂的啊？不是，我刚才没动。好吧，我们两个被吓到。这个也是没想到啊，有点猝不及防。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没事，这样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流这个就是想法，以及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不够专业，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个。刚才我觉得他的意思呢是说，你在很多方面，然后表达的态度或者是这个意思不够明确吧，然后或者是并没有作为一个。比如说中国背景的，然后怎么样来解释这个事情？好吧，那怎么办？我们继续往下说。刚才我们是说啊，刚才是说回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论是各个太平洋岛国，然后来捐助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不是说澳大利亚要捐5亿吗？新西兰要捐2亿左右。对。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说这个东西真正能对太平洋岛国现在造成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好，我们再接一下电话啊。喂，你好。这是要变成批斗大会了吗？你好，你好。你好。你是37是吧？对，是的。刚才呢，我觉得那个女的呢脑子有问题，主持人小娇主持的挺好。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正常的讲出来，不要说那些没素质的话。所以说你们倒是也没有，没有，没事。各种人都有，神经病也有，各种人都有，你们不要在意。你们组织的挺好的，很有条理的。好，我们也不非常感谢在国外能够每天早上能够听到新闻。所以说
他生气不生气你别管他，这种垃圾人没有，这个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好，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继续下去，挺好，挺好。谢谢您。哎呀，我就是真的是没，这不是我们找的托啊，太像，对，太像。没有，我们刚才说完了，其实就是因为很多观点呢，其实我们站的角度相对来说比较中立。哇塞，好，爆了，我的妈！我们再来接一下啊。喂，你好。早上好。对，真远的小娇是吗？哎，是您。对，你好。就其实吧，我也是每天早上听你们节目，然后在路上上班这样子。其实这平台嘛，就是说大家讲新闻，发表一个中立的观点嘛，对吧？对于这种人身攻击的事情呢，其实我就觉得是挺反感的。对，我力挺你们的节目啊！好，谢谢，非常感谢，感谢您啊！谢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了，大家平息一下，我真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8点27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把我刚才没说完的事情说完，就说这个澳大利亚为什么回击了？说我们的这斯纳登呢，又说他什么了呢？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再说啊，大家不用，没关系了，这件事情过去。大家如果一会儿想聊新闻，再稍后打回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
0989909018。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稍微堵一些，甚至有路段已经堵黑了。今天是周五，现在这个点堵正常。正常吗？正常，大家不是放假，周六周日，对吧？按照以前我们的理论，就是说大家今天应该请假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啊。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拥堵的路段基本上从 Highbrook 开始 ，Highbrook 到 Princess Street 是黄色车多，在 Princess Street 到 Mount Wellington 现在已经堵成了黑色大塞车。过了 Mount Wellington 之后，经过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也是红色交通拥堵。在过了 Greenland 之后，现在一路到市中心是黄色车多的情况。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20号高速呢，现在西向上是在 Lambie 经过 Roscommon 到 Massey 黄色车多，过了 Massey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东向上呢是只有在 Marora 到 Dominion Road 有一段的拥堵，过了 Dominion Road 之后就全部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相对来说啊还是好一些的，只有在前半段的18号到 Lincoln 这个路口现在是红色，过了 Lincoln Road 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拥堵的路段了，只是在从 Rosebank 开始经过 Greenhouse Road、St. Luke's 一路到市中心有一点点黄色车多，其余的啊全部都是绿色的行驶畅通。最后再来看一下北岸，北岸跟平常也差不多 ，Greenview 到 Constellation Drive 是黄色车多 ，Constellation Drive 经过 Tristram、Northcote 到 Eastman Road 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va 之后一路到市中心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我这次没忘。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快速关注一下财经信息。股市方面 ，NZX50 指数是下跌了145.65点，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现在是报10704.11点。上证综指小幅上涨6.88点，报2815.80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35.23点，现在是报25449.72点。再来看一下汇率，汇率跟昨天相比呢变动不大，纽币对人民币4.5334，纽币对澳币0.9523，纽币对港币5.0512，纽币对美元0.6416，美元对人民币7.0358。那么汇率当然会实时变动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稍微查一查。好了，那我们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是，刚才我们现在又有电话，我们要不要接呢？好，来接一下吧。早上好。早上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讲一下，刚刚那个女同志啊，批评小娇啊，这个态度就不对。好啦，没事。那有毛病了啊。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我支持小娇。好，谢谢。电台做的很好的，我跟你讲。好，非常感谢您。好，谢谢。好，谢谢啊！你给我带着小娇支持他。好的。说10遍支持。对，好，支持。好，我们说回新闻啊。刚才那个，其实我有一个接路况的那个事儿啊，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看路况，然后18连接16的地方特别堵车。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那边是不是还在修啊？那修了很久了，为什么最近会特别，就是拐弯那块儿特别堵？就是西区的那一块，就西区18街16，对。但是那一段一般情况下，其实再堵，因为它车本身少嘛，它再堵也不会堵到哪儿去。然后最近一直都出现这个黑色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住在西区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说新西兰方面的这个新闻。刚刚就说嘛，就是停在了说，不是说澳大利亚的群众现在来开始怼哲森纳尔顿嘛，到底怎么回事儿？来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呢，是从悉尼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开始的。是他在听到这个新闻呢，就说哲森纳尔顿批评澳大利亚在气候关系不是全球变暖的这件事情上不作为之后，就是我们画面上当中啊，看电视的朋友，就旁边的这一位主持人 Alan Jonas， 对 Alan Jonas， 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总理就说新西兰总理说的话完全是不切实际，就是他完全呢活在了自己的那个梦想的世界当中，这根本就不现实。当然他说的话呢比这个要严重难听一些，对，难听的很多，很多。他用的词然后也非常的过分，
我们来就不说他到底用了什么词儿吧，反正他那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新西兰一直在强调说你们环境保护，但是你们所谓制定的那个碳排放的目标或者设立的目标没有包括什么？没有包括牛羊放屁。他说这个才是你们新西兰对环境最大的污染。结果你们制定的这个东西是不包括牛羊放屁的，那你还说别人，这是其一。其二，他也说到什么？他说就比如说像煤炭。或者像这种能源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就好比牛羊对于你们新西兰的重要性。你们现在要求我们不许开采，或者是说呢要放弃这个什么碳的这些能源，那是不是你们新西兰也应该放弃牛羊呢？放弃牛羊，他们就不放屁了呀，你们也能减轻碳排放。他说，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不要站在不对等的这个条件下来直指澳大利亚，说我们澳大利亚做的不够好。不过当然了，我觉得他其实提出一组数字啊，然后当然这组数字其实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它不能放在一个对等上的关系，就是说全球碳排放量，然后澳大利亚占的是0.0000134%，然后但是新西兰的这么小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国家这么小，然后现在占的是0.000000124%。而且他也提到说多一个零呢，多一个零。而且他说还有强调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比如说不说新西兰，他的意思嘛，就说新西兰在这件事情上比澳大利亚更加的，怎么讲？就说做的更多。他说，你看我给你举例，你们新西兰的现在的状态啊。他说呢，新西兰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10.8%，但是同期澳大利亚的数字是多少呢？澳大利亚增长的是1.8%。而且他还提到什么呢？他说新西兰人经常会说自己风能和太阳能，但是真实的数据是什么呢？是澳大利亚目前的应用比例是12.1%，就说风能和太阳能啊。但是新西兰是什么呢？新西兰是0.93%。我觉得这方面确实我们自己做的不足。我觉得这方面你不能怪别人抨击你。这件事我们聊过很多次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么一个热爱环境，然后就是这么注重气候变化的一个国家，在可再生能源以及这样的一个自然能源上，为什么没有收集起来利用好？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看到这澳大利亚的直指啊，就说我们的总理在这件事情上，你的批评或者是你对 Morrison 的一个指责，并没有站在一个对等或者是说公平的平台上。你说这件事扎心吗？我有点扎心。就是扎了我的心，听起来又有点觉得说，就是人家说的没错，就是感觉你知道这个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当然大家两国的立场不同，然后我们也做。我们现场还有朋友来聊这个话题啊。好，早上好，您好，您好，喂，哎，是挂掉了。喂，您好。可能是线路不是对，线路不是很好。如果大家想要聊新闻的话，可以再打上来啊。所以说呢，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知道啊，新西兰对于环境的这个爱护，尤其是这一届政府当中还有绿党，我们也知道关于这个碳排放啊，整个这个方面付出了多少。但是问题就是，就像我们之前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讲的。他的就是这个主持人其中也说到了一点，他就说呢，每个国家他都有自己支撑自己经济或者对他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能说你自己不放弃，然后你去要求人家别人放弃，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他说我给出这个数据，说什么0.0000什么13还是12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他的意思啊，但我不是很支持这个主持人这一点，但是他说的也是有道理。他说什么呢？就是就算我们俩加在一起。把所有的不该排放的全都不排放了，我这么努力，难道太平洋的这个水面就不会上升了吗？你以为真的就是？当然，他这种说法不是很支持，这是有点意气用事的那种说法了。但是他说的赌气也是有他用数字说话的话，也是有他是。那我们再来切一下这个啊。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早安。你好。哎，你已经在线了。您可以把电视现在先关一下。啊，关了。刚才我听有个女的打电话，真是精神病，病得很重。小娇，今天小娇在意啊，对，我没有在意。愿意听你的主持，我才每天早上起来7点我就打开这个录音机。感谢您的支持。好，谢谢你。你就大胆的主持。好，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支持你啊！谢谢你。好，谢谢你。我要不打这电话，我都睡不着觉。非常感谢您。真的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拜。
真的就是大家的支持，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动力。你干嘛脸红？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大家就是本来大家你知道那通电话其实我还无所谓，你知道后来大家就你会觉得有点害羞。因为大家就赤裸裸的，然后表示对你的支持，群里也就罢了，但大家打电话上来，你就会觉得还有好多人私信我。哦，他说我不想，那意思就是说不想打电话打断你们，但是我还是要有2句话要说，所以这样就默默的，反而让我觉得就说好热，反而让我不好意思了。没有了，其实我们因为大家在播这个事情，每天有很多人是会有喜欢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愿，我们觉得很正常了。当然很感谢大家，就是帮助我们来调试这个心态，非常感谢大家。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啊，这个来支持我的，咱就别打电话了，我心领了，我看到很多电话。我们现在还是满线，我们今天没有抽奖的情况下满线，真的压力很大。就是因为抽奖女不接了，我们不要打扰大家听新闻了啊。这个如果大家是表达对我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心领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说回到新闻的内容，不占用大家的时间。我其实想要说一下新闻的这个事情啊，就说这个太阳能和水力。其实水力发电啊什么的，就是说新西兰，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新西兰的能源方面，他们现在怎么在做。其实澳大利亚不是有一个国家电网的一个公司，这样的一个公司来 run 整个国家的一个规划嘛。然后新西兰现在，我就在努力回忆。对，就是咱们新西兰有吗？因为其实之前我有澳大利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难道你们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电网的公司来 run 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山峰上要立多少个这个风力发电器，然后哪条河流适合来做水力发电？还有太阳能，然后太阳能应该站在哪一片田地上，然后全部铺满？然后我当时就想要反驳，没想到。”哎，我也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吧？如果我自己自认为对新西兰很了解，但这个我好像也没有。所以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我很想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消息。然后是到底怎么样？为什么我们没有统一的，就是来规划这个电？你看现在就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充电桩的事情，不是政府要大力推广这个可再生能源以及氢能源的这些车嘛？但是你也没有充电桩。他现在今天整点新闻当中不是就是投入1600多万来做这个事情，但这我觉得真的跟现在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是对吧？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件事儿。那既然说到环境保护的方面呢，就有一个新闻也是来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对于环境的话题呢是感兴趣的，现在是您发声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现在零碳排放法案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巡回听证会，开启全国大讨论。那么这个听证会呢，其实从昨天就正式开始了，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9号，在全国各地巡回开场。是。然后这次活动呢，将会有视频会议以及电话会议，然后都将会在惠灵顿举行，主要是方便那些没有办法前往现场的这些想要参与的人士们。真的是这次做的还挺全的。对，然后就提到什么呢？当然这个碳排放当中主要的内容就是到2030年生物甲烷的排放量减少10%，并且呢目标是到2050年要减少24%到47%。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全球变暖限制在不超过1.5摄氏度。当然其中呢我们也看到包括绿党啊等等出了很多的政策，甚至有人在提议医院当中的餐饮少吃肉，对吧？就类似的。所以现在呢就进行全国的巡回的这样的一个问讯，大家呢就可以去，如果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当中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我们再跟大家说啊，这个法案叫气候变化应对零碳排放法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然后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网站来提交自己的意见以及建议。然后同时他们说了嘛，有这个电话会议以及视频会议，大家可以来参与到他们这个当中来。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也到了8点45分，我们可能要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说到环境，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来聊，就是这块土地是该种土豆呢，还是该盖房子呢？还是应该少生孩子多种树呢？政府现在有个新政策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政策。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8点48分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欢迎大家呢，就我们刚才聊到的新闻的内容啊，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今天没说抽奖，没预告抽奖。今天就16进1。哦，对，今天就对。你现在抽奖有啥用？今天就直接抽了，今天就是所有今天就直接抽了，今天就直接抽出来中奖的这位了。对，我们一会儿啊9点钟之后 Safari Group， 我现在听到已经在外边了，在后场。一会儿在这一节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回忆一下，到底是哪些人入围了。哎，每次大家都会要问。自己记不住自己多少号，对，有的时候会的。就比如像我，就说，哎，我那天抽中了，但我没记住。像3乘2/3死活算不出来的。对吧？3亿的2/3死活记不住，算不出来。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啊，就刚才不是提到嘛，到底要种土豆还是要盖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呢？原文就写的是 potato， 然后呢 versus property。是土豆还是房子？怎么回事呢？就是最近我们政府呢正在做一个 proposal， 或者叫一个提案，就是关于什么呢？一个新的规定，去限制那些高产值的土地。就说白了，就是说有一些土地特别肥沃，扔啥长啥，然后那土豆都能长成世界上就是最好的土豆，就那个意思。你这个形容真的扔啥长啥。就新西兰，我跟你说，就肥沃的黑土地。对，我以前刚来新西兰的时候，10年前，我们家院子里的土地真的，我不夸张，就是果树的种子扔进去就不用管了，就长了，从来没施过肥，也没有浇过水，每年都结果。对，然后结果都还挺甜。我就是认真说，所以我家那块土地，如果按照这个新规定，可能我房子就要被拆了，就开始转种土豆了。对，就是说的就是这些土地，现在政府呢出了一个新规，要不要去限制这一部分的土地不要用作建房？那如何来定义呢？现在在政府，我们大家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可以看到很多绿色的嘛。现在在新西兰这边呢，他们有他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对，没有透露怎么衡量，估计说了咱也听不懂。但是如果啊，现在在看电视，我再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图。其实大部分现在看到绿色的区域呢，集中在奥克兰以及怀卡托地区，然后还有包括在了这个新普利茅斯的这个环形山附近。New Plymouth， 对，我在想新普利茅斯，人家中文有正经中文名，还有包括北帕地区，然后再来呢就是南岛的这个坎特伯雷地区，以及奥塔哥地区。其实它现在要限制的这些地区，反而都还是人挺多的地儿。那么他就说什么呢？根据他们的一个就是衡量的标准啊，咱不知道怎么衡量的，估计是拿捧土往里插了个种子，看长不长。你纠正态度。反正就说了，14%的现在全国的这个土地都属于这种 highly productive， 这个叫什么？就是 land。我又想说英文，又想说中文，然后就是高产值的农田。高产值的农田就是能扔啥长啥的这些土地。如果按照这个去计算的话，那这14%的土地就是不能用来盖房。所以现在呢，这样的一个讨论声是在政府当中出现了，这也是个提案。那么现在呢，已经交由到了专门的。不叫委员会了，城市规划部门吧，对，就之类的去进行然后，但是现在人家说了，那你突然给我提交这么一个提案，我就得改这个城市规划了。对，我很多城市规划师已经早就做好了，是的，没错，可能上一个50年，上一个20年就做好了。我这块就是要做高密度住宅开发或者怎么样的。但是现在他们这个提案一出，那大家现在才引发了为什么这个土豆大战住宅？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呢？其实这件事情昨天啊，也是我听到了主流媒体很多人都在讨论它。你说有没有道理呢？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就说我们新西兰这边啊，讲真的，你看我有点口头禅对，你就是口头禅，你自己一直不承认，还就是土地哦，真的大把。如果大家去想一想的话，就不用说别的地方，就连奥克兰。你说土地有没有？它有，只不过呢，就是有很多的限制在限制它。是。那如果说，无论是从这种开发限制，还是包括从这个，委汤地这个限制，就毛利的，然后再加上政府的，现在要是再加上一个是不是什么肥沃的土地，那你说会不会也有一点点，就给人的感觉是，到底我上哪儿盖房？但是也有人就认为说呢，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我们有没有土地是有的。那么如果真的它是属于这种扔啥长啥的土地，你真的用来盖房，
在家里边种几棵柠檬树，是不是也有点太可惜？我以为你刚才想说那也挺不错，然后结果你最后落在说挺可惜的点上，我都觉得说，你这么说是啊，当然了，你看就比如说咱们电视台线上有朋友，我们先接电话，对，我估计这回应该是聊新闻了。对，您好，早上好，早主任，你好，你们觉得这个话题很无聊，我昨天突然间想起另外一个无聊的话题。你听听我这分享，这经济好，大家呢挣得多是吧？那个工资也挣得多，公司盈利也多，是不是交税就多？交的税多，国家的钱就多。钱多了以后呢，个人手里有钱买房贵点无所谓，是不是？国家有钱，咱们撒点福利也无所谓，对不对？然后呢，基本工资呢是不是就涨了？涨完以后呢，福利也跟着涨，因为我们各方面要是吧，这基本工资涨了，福利的零也跳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是不是经济不好啊？因为那个银行已经说了嘛，要降息了嘛，对不对？经济不好了嘛，对吧？经济不好，是不是个人收入老板们的个人收入就少了？公司盈利就少了。那你想想，老板呢，我的游艇买一半不能买了，你说我痛苦吧？痛苦吧？不是，你这个点到现在才说出来，我真的是也是急的我。你说我痛苦，那我这个痛苦谁帮我承担？为什么呢？你看它下面，福利它减了吗？没减。基本工资降了吗？没降。怎么就我这游艇买不了呢？那谁让你有钱呢？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经济降了，是不是咱们应该把那基本工资也应该往下降一降，然后把那福利呢也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我觉得你没有生活。你现在可能挂了电话，真的今天开车出门都要小心了。好了，好，我们了解了啊。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刚才呢，有朋友是听出来我是故意的，我当然是开玩笑。难道真的是我扔个种子里边长出个果树吗？我就那个意思，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吧？然后有我们听众就在说我吹了个小牛，种子从果树到结果，常见的果树一般要10几年。对呀，所以我这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嘛？原来我黑色。这一节的最后一点时间，我跟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抽奖的内容吧。然后接下来呢，下一节呢，我们会，你刚才是阻拦我吗？要说吗？不是，我说我们下一节是 Safari 来嘛。好吧，那你念一下吧。Safari 来，然后呢，我们就大概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一共有16位，然后入围选手，然后入围选手呢，然后我们就是1号的郑先生，然后2号的赵女士，3号的宋女士，4号的高女士，5号的赵先生，6号的郑先生，7号的邵女士，8号的杨先生，9号的孙先生，10号的王女士，11号的江女士，12号的朱女士，13号的李女士，14号的蔡先生，15号的张女士以及16号的崔女士。大家如果听到了，准备好一下啊。我们下一节呢，当然会跟 Safari Group 跟大家来介绍一些非常好的，也是公寓啊。那么再接着，我们就会抽出这一份大奖的获得者，所以大家准备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稍。
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新西兰人口过去一年增长 7.6 万人，移民贡献近70%。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目前有492万人口，比去年增加了 7.6 万人。按照这个速度，截止到圣诞节，人口突破500万的大关几率不大。新西兰统计局表示，以历史以及国际标准衡量，新西兰的人口增速依然很高。世界人口目前正以每年 1.1% 的速度增长，在过去的5年里，新西兰每年的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了这一水平。但在去年增长的人口当中，主要是净移民数量增长做出了贡献。截止到今年的6月的一年里面，净移民流入人口为 4.49 万人。自然增长人口数仅为 2.6 万人。今天早些时候，新西兰预计到2019年会达到500万人的大关，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新西兰统计局改变了原本的统计方法，应该不会到达500万这一数字。政府和私人机构再投入1650万推广电动汽车。新西兰能源部长昨日宣布，政府将再次投入450万纽币，加上私人机构投入的1200万纽币，总计1650万纽币资金用于多个推广电动或低排放汽车的项目。能源部长表示，降低汽车尾气排放和污染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据悉，这次拨款的项目一共有29个，包括提高充电数量以及对电动载重卡车的试验项目。这也是新西兰对低排放汽车的第7次拨款。历次的拨款对象包括南北岛往来的渡轮上的电动充电车，以及电动卡车试验项目，包括奥克兰中心的一些充电设备。另据统计，至今一共有120个项目得到了资金的资助，其中2090万来自新西兰政府。新西兰首家24小时 Kmart 开业。新西兰第一家7×24小时的 Kmart 昨天开业，在 Civil Park 全天登场。为庆祝这一项新的开始，昨天晚上 Kmart 举行了一系列的家庭亲子活动，还有一个深夜市集。Kmart 方表示，5000平米的 Civil Park 门店是新西兰第一家全天候门店，未来还有可能会开出更多家门店。Civil Park 商场也表示，欢迎更多的店家在商场内做出更多的尝试。Kmart 决定在商场内24小时，也有助帮助 Civil Park 商场继续保持新西兰最喜爱的购物地的美称。Kmart 的母公司为澳大利亚的 Wesfarmers。今年上半年 ，Kmart 在新西兰业绩下跌了 3.8%， 但仍然是母公司的关键盈利来源。Wesfarmers 在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一共有531家 Kmart 门店。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费城突发枪击事件，6名警察受伤送医。当地时间8月14日下午，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称，6名警察在与枪手的对峙中中枪，目前受伤的警察已被送往医院，无有生命危险。费城警察局表示，2名警察被困在枪林弹雨的住宅当中，警方试图联系枪手，但是多次未果。在经过大约5小时后，特警队终于解救了与枪手一起困在建筑内的2名警察。再次经过数小时之后，枪手终于被逮捕。莫斯科警方拘留上千非法集会人士，俄罗斯政府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秘书办公室近日表示，俄罗斯政府支持莫斯科政府采取坚决制止社会骚乱的行为。他对媒体表示，克里姆林宫认为权力和机关工作人员绝对不应该使用暴力，但执法采取的制止社会骚乱的行为做法是正确的。根据报道，针对警方使用的武力行为，执法部门正在履行自身的职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体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
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09-272-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呢，新西兰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但是在个别的地方呢，会看到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不过好消息是呢，气温倒是比较的暖和。今天奥克兰的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是9摄氏度。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大部分范围之内也会是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呢，阵雨也会不期而至的，不知道出现在什么地方。惠灵顿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在东海岸仍然还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但是在西海岸呢，雨势会比较的大。那么在气温方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15度，最低也有7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部地区，今天呢，南岛南部的最南端，也包括皇后镇在内，都会有雨出现。那么在中部地区还好，会看得到一些的阳光。气温方面，基督城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最高可以到16度，最低是5摄氏度。但是这种好天气可能仅限于是周五，到了明天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范围之内全部都会下起雨来，而且在南岛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降温。皇后镇明天的最低气温可以到零下4度，所以去到南岛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Resin 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餐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
际冠名播出。您现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又到了星期五啊，我们非常开心的呢，再次请到 Lisa 和 Nev 啊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讨论关于 Safari 的新项目，牛项目。对。Okay, so just say hi to our audience first. Good morning, Rob Neal, top. Location of Manukau, top. It's just look, people are reall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It's why we're so successful. People are really nervous driving in Auckland. So they look for a hotel they can see from the motorway. Soon as they see it, off ramp and park. All right? Now Rob's looked at all this, and it's right beside the railway station, right beside the bus station, it's right beside the Vodafone Centre, the playground, the big play. It's got everything going for it. And we went and looked at the 2 little show homes we've set up, and it's just beautiful. So Nev 跟大家说的是在 Manukau 的一个项目。我们本来还想要稍微 hold 一下，没 hold 住。对，没 hold 住。就是这么优秀。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个让 Nev 这么这个激动啊？就是因为在 Manukau 的这个项目呢，首先你去看 Safari 所有的项目都是 location。无敌 location 对，它的这个 location 呢，就是在 Manukau 的最黄金的地方，靠近 motorway， 靠近高速，靠近公交车站，也靠近我们这个周末正要举行活动的华人建筑商会啊所举行的这个建筑展的 Vodafone Event Center。对，然后主要呢，他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他是说，如果他可以保证一个很好的通勤，你从 motorway 下来，直接就可以到家了。对。然后呢，并且旁边还有公交车站，然后所有的火车站都在那儿了。刚才我没有时间给 Lisa 介绍。我基本上在我这个部分就会断掉我知道的 never 哈 understand。周五好，我是 Lisa， 我是他们的唯一的华人一个销售代表。刚刚 never 他很热情的讲到就是我们的马路考，其实我们马路考这一边的话，刚刚2位主持人也介绍了一个位置。我们其实还很近那个 Rainbow End，还有的娱乐园、游乐场，以及那个 Westfield Shopping Mall，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3D 的一个图形，就是我们在给你们宣传册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这个的图形。我们这一个的话是在是在上一年的2月份的时候开建的，2018年2月份。但现在的话，我们还马上会有一个实景图会出来，跟我们的效果图是一模一样。现在已经过了1年06个月了吧？还没有过6个月，对，5个月，对，5个多月。Lisa 计较得很。来跟大家看，这个是这是实景图吗？都 exactly looks like that。对，我觉得比那个3D 图更好看，因为那颜色更好看一些。对，它的颜色其实是有分布的。你看到比较绅士的那一部分的话，其实是我们的 hotel apartment， 3楼以下是我们的 hotel apartment。我们基本上的话，在1层会有我们的 retail shop，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有2个，一个我们是一个咖啡店，旁边是一个 health and beauty 的一个 shop， 是已经租出去了，已经卖出去了，已经出租了。然后所有的 hotel apartment 其实已经全部卖完了。哇！我们现在剩下的就是 residential 的。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聊这件事情？都卖完了，还要来眼馋我们？没有，我告诉你们，可能会有一些买家，他还是想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的 hotel 的 apartment 就是怎么样一个装潢，或者是因为我们是包括所有的家是包括了所有的回报率在里面。那借此你们的电台的话呢，刚刚 Neil 也有跟你讲过，对不对 ？So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for our audience, right? They can go and have a see. Yes, look, we usually keep everyone away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We deliver on time, which means everything's organised. Yeah. We've had such a good response from Panda TV that we've managed to get a couple of little hotel show units ready. Lisa will have to take you through and you get a feel for the hotel.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gs that's coming to our society now is living above a hotel. Yes. There's so many apartment blocks you walk in and it's just a lobby. You walk in here and you've got a reception, you've got seating, yes. You're walking into a beautiful hotel and then zoop, you're up into your apartment. Yeah, you also got all the securities, yes, everything. Yeah. That's the best thing. You've got the security. 当然，我们要让 Lisa 跟大家来介绍，就是对于我们的听众，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好消息，就说可以去看一个促销方案。
对，不能叫促销，去看它的机会。对，因为我们其实对我们的工程为什么能够进展那么顺利，还有以及那么的及时，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层的管理都抓得非常非常的严。是。那根据我们现在刚刚我也讲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客人他想去看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特别的一个通道给我们特别的嘉宾，让他们进去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建成的一个情况。对，因为还没有 site 嘛，没有 site，然后我们都需要穿上他的那个工作服，以及你必须要穿一个包头的鞋，不能穿凉鞋进去。那如果你们真的有感兴趣，那就给我电话，我给你们去预约。那所以他们要说是我们的 Panda TV 和 FM 906的听众观众才可以，是的，要不然呢就没有机会进去看，因为也是出于这个各方面的考量嘛。所以你看啊，现在这个楼已经建成，就是我们背景现在看到的是3D 图，刚刚给大家打在旁边的是实景图，对，看来没有任何的区别，你知道吗？那其实实景图更美一点，我觉得。就是加上环境什么的都更美一些。是的，刚刚你们也讲过一个 location， 你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 New Market 它是 close New Market 的 Westerfield Shopping Mall。对，其实这个马路口的话，它距离那个马路口的 Westerfield Shopping Mall， 如果你开车的话，不用3分钟，踩个油门就过去了。那所以说你平常去买东西什么都方便。是的，其实走路都可以。可以，开车3分钟，对啊。如果你走路的话，你就沿着 Great South Road， 我们这个 building 是在77号 Great South Road 马路口，所以的话非常的方便。你带个小孩下去玩一玩，对面的那个 Rainbow End， 然后再去商场逛逛街，再走一下回来就到了。然后我们那它在哪一个？就是刚才不是说有火车站在附近吗？它是在哪一个？它火车站的话要走到 Rainbow End 那边去，有一个就是Westerfield Shopping Mall， 那里头的话有一个火车站的一个站口，然后进去就可以。你需要坐那个巴士过去，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巴士就在门口，然后直接去到那个train station。那你通勤真的很方便。是的，所以它通勤很方便。刚才讲的，这就是我们背后的是。它周围没有遮挡。没有，就是 view is really good, right?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buildings around this. No, and it's like a big park, and we're doing a spectacular restaurant underneath. It's a franchise called Songbird. People will just die to eat their food. They've already opened one over at Wairoa Shores. And it's just divine. And this one, we're taking the whole half of the bottom floor. Unbelievable. It's called the Songbird, and you'll be able to get special offers later on our series for that when it opens. Wow. 他刚刚讲到那个是一个咖啡店，叫 Songbird 的一个咖啡店。它其实在 Takanini 的，也在南区的一个 Watana Shore 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它开设了这个咖啡店，我还真的去看过。他们的一个他们其实的食物非常的好，包括他们的一些设施也非常为小孩而着想。包括我们这个 building 的话呢，如果你有小孩可能不喜欢在 apartment 待，在下面我们有个很大的游乐场，父母就在旁边可以看着小孩。有个 playground， 还有个 playground， 非常。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很快已经到了9点20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除了 location 现在是无话可说了，对吧？是。那么另外我们就要来说说户型，比如说还有什么样的户型在卖？价钱大概是怎么样的？也有朋友刚才在问，就说 New Market 还有没有？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稍微说一说，还有抽奖。所以啊，大家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跟大家来聊16进1的最终的结果，下一节就要知道了。好，稍后。
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抓紧时间啊，继续跟 Niv 这节内容很多。对，So firstly, Niv, tell us about the location, other hotels location. Look, I just can't emphasize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a location for a hotel or a beautiful residence above the hotel. Okay. Everyone's got a feature. We just don't go and just build anywhere because we can get a good price on the land. We handpick everything. 2 hotels within 5 minutes walk at Sky City. Yes. All right. 3 hotels finished in Queenstown. 1 feature, Remarkables, unbelievable view. All right. The other one's right down beside the shopping centre. Walk through the rose gardens down onto the lake's edge. The other one is right beside the airport. Okay. Now, Manukau covers everything. You've got the motorway,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bus depot, the biggest playground. Yep. Yes. And we're going to dinner to this wonderful building program that they're doing right beside our hotel tonight. You see here. And you'll be able to look across and you'll see what we're doing. It is a great location. 大家现在在看到的就是在马诺考的这个楼整个的建设过程是从去年2月份开建，现在已经完工了，只是还没有最后的 settle。所以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其实这个我们说的啊 ，Safari 它的所有的这些 hotel 或者叫 hotel 公寓，不仅仅是说马诺考这一家，所有的 location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已经大概说好了 location 的事情，放一下啊，来说说户型，抓紧时间让 Lisa 告诉我。OK， 如果刚刚我们聊到的是马诺考的户型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剩下是2房，还有2房的 Dukey。2房的话呢，其实它的管理费非常的便宜，大概是1171块钱1年的管理费。价格的话是66万6千2房的，而且他们有 Dukey 哦。对，我们也有2房的 Dukey。这个太好了哟！我默默的笑出来。对呀，就是你自己住一边儿，然后另外一边租出去。对，其实你们那个 hotel 的那个公寓也非常非常好。是的，我们 hotel 的公寓的话，我们其实有85间的 hotel apartment， 现在已经全部卖完了。但是如果有想要的一些听众的话，也有一些观众的话呢，可以留意我的电话或者是给我信息，我会给你留意，因为我马上要 settle 的，有可能一些海外的买家他因为资金的原因不能够转过来，那他可能所以他就会 release 出来。他不是 release 出来，他可能是转卖或者什么？不是转卖，他就不能够继续的 settle 哦，所以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它的是怎么样的？有卖 hotel 的房间的，这样你可以做投资，但这个房子本身还是你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方式，直接买上边的 residential， 就是自住的，就直接来住。但是它又有这种户型呢，是你住在一边，把另外一边租出去。所以这种其实对于自己管理来说也特别好嘛。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一种的话，2房的 Dukey 大概是75万。刚才说如果要是买 apartment 的投资的那种是多少钱？那一种的话是18万4727一年，然后你的回报率可以拿到6.96%，也就是大概一年的话11500块就一年，然后在第3年、第4年的时候会增长2%，每一年增长2%。所以就等于说，你看，那比你现在存钱合适多了呀，对不对？而且这房子是你的呀。对，并且比你现在在新西兰很多做投资都值得多。而且它稳定嘛。它稳定的，我们签的合约是30年，15+5+5+5+5。为什么会有个15呢？15的话是我们马上要签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租期。然后15年之后，如果这个华美达的租客说我有可能不做，那你就拿回来自己去管理，或者是以后的政策你能够住在里面，都可以，都可以。那就是至少这15年是保证的。是的，后面你自选嘛。对啊，你买卖是你 settle 的那一天，第2天你就能够买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哇，就连着租约一起卖。对，那我就直接转手赚一笔转手了。还要说一遍，现在已经全部没有了，但是有预向的客人，我们在皇后镇。Lisa 每次都这样，就是先说，然后说这个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你跟我们说没了。但是大家关注，然后 Lisa 的电话。然后加 Lisa 的微信，然后打电话一直去烦她。然后如果要是有新的消息 ，Lisa 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大家也一定要提到说，您是从我们这个 Panda TV 37，不要忘了，就提我们 Panda TV 37是可以去看现在盖好的那个，可以看10楼的。然后现在你可以直接去看。然后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完了以后马上下定。好了，还剩1分钟，让我把这个抽奖箱在你右边拿出来。Lucky draw，the very last one。16 people entering. Hey. Okay. Let me have a look. 5. Number 5. 5号，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是赵先生。
获得了，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赵先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导播，然后来确定领取这个奖项。是的。然后我们的奖品呢是由 Safari Group 提供的华美达酒店以及酒店公寓住房券，免费2晚，可以适用于全新西兰任何一家华美达酒店以及酒店公寓。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奥克兰呐，然后这个惠灵顿啊、基督城啊，包括皇后镇，然后价值是在500元以上。当然了，刚才有朋友在问说，因为在听广播，所以看不到你的电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大家想要打电话呢，可以咨询，就是021-246-0290，是不是这个？不是，022-194-8160，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是 Neville 的，如果你想讲英文，跟他讲也可以。OK。那我们再说一下，然后拨打 Lisa 的电话022-194-8160，对022-194-8160。要去现场看的朋友要跟 Lisa 预约的啊，不是你去提我们名字就能进，是要跟 Lisa 预约。要跟 Lisa 预约，然后提说是我们潘泰 TV 以及 FM 906的这个听众观众就可以了。那么今天也是再次啊，感谢2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是再次恭喜这位赵先生获得奖品。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s, Ned. 谢谢。走，我们稍作休息。非常感谢，稍作休息，稍后回来。
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你想说什么？中国新闻？对。好啦，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那么在上边9点钟之前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话题，说到了基本上好像都是跟环保相关的，也说到了关于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是不是呢真的应该不去建房子，而是应该种土豆，就是因为这个土地比较的肥沃。所以啊，关于这个标题怎么听起来都觉得很好笑，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的是 potato， 为什么是土豆versus property， 不是 tomato， 那为什么不是 Kumara 一类的？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么写的，可能说的那片地就是刚好适合种。是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政府啊，政府的心思啊，然后这个政府心海底针，谁也不懂是吗？对，真的是，咱们不是以前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吗？现在政府心海底针，我们也不知道政府在想什么。这不是首先我们的总理先说捐1.5亿去支援这个太平洋岛国，这个我理解。对，这个理解，当然大家都做，然后说到也做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和房地产大战，然后现在也展开了。土地和房地产大战可是那有没有画面？有没有画面？有对吧？土豆大战房地产，然后那个这次也开展了，我们也会持续更新。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也来更新，就是关于昨天今天早上不是跟大家讲到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嘛，说是怒怼了一下我们的总理。然后呢，这件事情这不今天有了一个发酵，就有人说他的这个说法是有点过分，就说你不应该这么说。因为当时我们说了嘛，他用词还是有点难听了。然后他说让他道歉。今天早上我刚刚看到的新闻。咱们说的，对，新西兰说的，我不知道是谁跟他说，就是反正要求他道歉，这种类似就是咱们这边说的嘛。对，然后今天早上看到最新的新闻，就是他又在节目当中就直接就说了道歉，道什么歉？我说都是真的，哪里需要道歉？就刚刚跳出来的新闻。好吧 ，Breaking news， 反正就是我们持续关注吧，看这件事情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两国的这个骂战可能又会稍微有一点点掀开，只仅限于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和我们总理的骂战，但这也是一个骂战嘛，就两国之间的骂战，反正两国之间这可能又算逮住一个机会可以骂。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来更新，就是昨天也提到了这个枪手去给人寄信嘛，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后来呢经过了1天的发酵之后，就发现他不仅仅是寄出1封信，他总共7封信对，当然其中就是不应该寄出去的，其实都不该寄出去。没有，是这样啊，我看了新闻了，人家说了，他其中有3封信是寄给家里人的，然后剩下4封信是匿名的，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没爆出来，你不知道这4个是谁，对，然后并且那3封信你也不知道他给家里人说了什么。那倒是，然后还有就是呢，昨天又爆出来说，不仅仅是他，还有跟他差不多的，就是这种罪犯也寄出去过多少信。心真累啊！就等等，就类似于这种情况。你说到底是谁心大呢？我们要不心大，就真的啊要。你说我们也现在这出了这种事儿啊，我们也只能让自己想开点儿，就是现在就是这样。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跟我们说为什么说是 potato， 因为 potato 呢，在本地人就像我们餐桌上的米饭，有主粮能够生存的那个感觉，所以他拿 potato 跟房子来做对比。所以其实就是说主要农作物呗，对吧？能吃饭的这个作物和房子去比。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回下一条新闻吧。这个我是过不去的，这个我没有办法劝慰自己的。这怎么能劝慰？你告诉我1000万可以买什么东西？1000万。这个我们先来说这个背景啊。刚才我们不是在新闻早知道里面跟大家说了吗？政府部门心大，政府部门是一个部门，在过去2年就花了1000万纽币来置办办公家具，然后这个数字呢是现在最新被披露出来了。然后是以社会发展部为例，这个部门。这个政府最大的机构，在过去2个财年里面，用于置办新家具的费用就接近1000万纽币。最贵的单项采购是一张带有各种布线的大会议桌，花费了5506纽币。这个我觉得 OK。对啊，这个单项的不贵，对吧？你这么听，它一个桌子花了5500，还是大会议桌，我觉得 OK 啊。对 ，Fine， 这是最贵的一个单项。那你说这1000万得是买了多少东西啊？能凑到1000万呀？所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啊。就是说，首先这个社会发展部，然后就说了，第一，他们要为儿童部，就是我们平常知道这个 All
Olga Tamariki， 这个提供办公环境升级，所以在17年、18年2个财年就比较高，花了很多钱。然后呢，这个部门就解释称还要装修重新的办公室，就又花了挺多钱的。然后他就接着社会发展部部长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国家党的身上。意思就是说是2016到2017年花的多，他们不是2017年开始接管的嘛？是。到2018年就说没有那么多。就说这个东西已经提上议案了，当时要买要装修都是他们那边就已经说要弄的，我们只是顺着做了。可是我真的是，就我们说2年1000万，平均1年就是500万，对吧？500万纽币，你可以装一栋大楼了吧？因为我对这个整个装修的花费并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去真的自己在家装过啊，或者反正我没有装过家，但是我买过家具，我就怎么想我也想象不到1年花出去一个部门花出去500万，能干啥？那我跟你讲，对比没有伤害。相比之下，卫生部在2016年以及2017年的财年几乎没有在置办新家具上花出太多的钱，然后但是在2017年以及2018年呢，人家花了多少钱呢？花了26749纽币，我觉得这个 OK， 2万。对呀，我觉得啊，这个数字但凡不是1000万、100万，大家都不会反弹那么厉害。对，你花10万，大家觉得哟，那你还挺省，是吧？就比如说你说你把你的大楼装修了，你说你花了100万，我觉得大家也就算了，对不对？你花了500万。然后他们就说了，说每个财年采购最贵的家具是什么呢？主要是有一些多媒体方面的支持。然后他说这些多媒体方案的方面的支持呢，然后就比装修还贵，所以说很多设备贵。然后呢，还有包括说，在这个社会发展部中呢，因为有各个地方的办公室都老旧，需要升级装修，所以呢，他们就买一些什么，比如说沙发呀、桌子啊、椅子啊，给全国用。这样在2年就花了1000万。我实在是我无法。讲真的啊，我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得出来，他到底能够拿这个钱去买什么。你想想，真的，你就500万，我是这么觉得啊，你买栋楼都可以。我觉得1000万，我们又来算账了，数学好 Damian 又来算账了。1000万，之前我们说了，儿童部、社会发展部下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门嘛。对。儿童部一直招社工招不到，因为什么？福利待遇不好。大家不愿意做，工作时数长，是不是？那这些budget费用难道不应该去贴补这些人吗？然后包括像之前说，我们说儿童福利院之前有那么多儿童弃养或者不能被良好的照顾到，1000万难道不能帮助他们吗？就是你就这么想，真的，你的办公环境真的就这么你的办公环境是真的差到了一定要花1000万去升级吗？升级没问题，大家工作环境，然后包括人权。都有要求，没问题啊。然后科技升级没问题，难道真的要花这么多钱来买家具和装修吗？对呀，我就你能装出花来吗？就是它是在墙里面镶金呢，还是在门框当中？可能他们都是比着那个就是 Trump 的那个厕所装的吧。就我真的啊，所以这个数据看出来之后，大家也全部都是一片哗然，就觉得实在是。平民老百姓的脑袋想不出来这个钱到底能花到什么地方。在我看来，如果1000万，我可以重新买个楼，全新的2层小楼，没问题吧？1000万可以买什么呢？1000万可以买好多东西啊。对啊，刚才 Safari 的那个能买，你看它70，就我们说最大的没有买公寓，然后那个18万一个的，可以把所有的那个80个公寓全买下来。对啊。对不对？人家全新的，把一个酒店全买下来，你不需要装修了，全新的。对，他去买那个酒店好了嘛，花1000万，然后并且还有投资回报。对呀，你还可以赚钱。你说是不是很夸张？这1000万，就从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说啊，无论是我们的中央政府还是在市政府，一方面我们在说什么工资，那都算了，就这些开销就这么真的是啊，就是白天当中的钱的蒸发，就这样就消失掉了。然后这件事情一发酵出来呢，然后因为这件事不是推到国家党身上呢，国家党也在琢磨呢，就是说我到底想这个事儿之前是不是在我们执政之间发生的事情，或者规划下来了，那你说人推上来了，然后现在呢，
就我很喜欢的这个人，他就出来说话了。然后是谁呢？就是这个行动党党魁 David Seymour。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不 care 你们花多少钱，你花多少钱无所谓，但是重点是你们是否做到你们真正应尽的职责。你得对得起纳税人花的钱，你花可以，你花的地儿对不对，和你花出来能不能产生正面的效应，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比如说你花了1000万，你干了5000万的事儿，那你花吧，对不对？你说你花了1000万，解决了15岁以下儿童然后犯罪，然后包括这个看管问题了，对。可以，或者是说你真的你花了1000，它不是社会发展部嘛？是，就是所有的福利这个方面井井有条，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大家都满意。对，那行。然后之前我们说了，然后那个奥克兰市长，然后要建那个72小时热线，花了1000万建起来了。行，也就罢了。你要真的能解决所有的无家可归的问题，可能也行。好了，我们俩扎心了，我们俩现在是不是太激动？你说，但是这个我真的是我无法理解啊。不过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还剩下一点点时间，那我们就来说说有钱的，快速的跟大家来说，2019年新西兰的富豪排行榜公布了，谁是新上来的亿万富翁呢？对，反正最后一节我们聊点轻松的，今天也是周五了，我们回来之后告诉大家，新西兰最有钱的人是谁。稍后回来。
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Jamie。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快速的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就是2019年新西兰的富豪榜单，噔噔噔噔。当然了，噔噔噔，新西兰的这个富豪榜，如果要是跟世界的富豪榜去比的话，那真的就是个零。不要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只是个零头，是有没有零头？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啊。好，来说。首先，在这次的富豪榜单当中呢，多了一位亿万富翁，在新西兰啊，这一位亿万富翁呢也是做房地产投资的，而且是惠灵顿的房地产投资商，叫做 Bob Jones 爵士，他成为了新西兰的新的亿万富豪，也是新西兰第9位资产超过这个亿万的富豪，就是大家画面上看到的。但是他啊，真的是年岁已高，今年是80岁高龄的。爵士的那个 title 是 Sir， 对啊，是的，就是他。在过去6年中，他的财富增加了1倍。仅是奥克兰以及惠灵顿，他的私人房产公司，新西兰最大的私人 CBD 写字楼业主，然后这个 Rob Jones 的控股公司就拥有26栋大楼。对呀，要不然他怎么身价能够超过1万呢？然后他过去6年为什么翻了1倍呢？也就是还不是说就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嘛。他的净资产嘛，现在目前是大概正好是在10亿纽币左右，所以是高于了去年呢，他的身价是8.6亿，所以今年达到10亿，也就挤进了所谓的亿万的富豪榜当中。但是我们的首富，他跟首富之间是非常大的差距的啊。我们现在新西兰全新西兰有10位。对不对？9位加他9位超过1万的，那富豪榜的首位仍然是 Graham Hart， 就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他本人非常非常的低调。那他今年的这个资产呢，是首次突破了100亿的大关。去年他的资产是在90亿上下，今年是首次突破了100亿。那么当然了，他呢在世界上呢，就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得了国际排行榜的，可是也都是排在比较后边的。是。他第2名跟他可能他1半都没有，50亿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挺好的了。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啊，咱不说人有钱人怎么样来花这笔钱，我怎么来管理这笔钱。但是实际上，你看现在前2天发布的那个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它不就上榜了嘛？然后其实就已经它还算挺稳定的。是，而且它的主要呢不算是房地产，它的这个起家，它也算是真的是白手起家啊，并不是一个什么。排在后边的，他之后的是几个家族，那都是新西兰传统的，那是传统有钱人富豪家族。对，他呢主要的财富的来源就是说通过一些资产低估或者是表现暂时不是很好的这些公司，出现了资金上面的一个断流或者怎么样，他在这个时候呢就去进行股权的收购，然后呢再进行一系列的包装、削减成本、整顿等等，最后呢再把它运作成一个更好的方式，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那很聪明啊，我觉得这很有才啊。但是这个就是有才了，不是这就是有才，这是凭真本事啊，有眼光要好。对，你还得会运作，对吧？然后你还得算数好，你还得卡减成本。对呀，就是你首先你得看得准，对，你怎么知道这个公司是真不行还是只是暂时不行，对不对？然后你要真的有本事去进行包装，其实这对于那个公司来说也是好事呀，要不然那个公司可能就是走入到了万劫不复。那有了他的资金或者他的这个团队的包装，结果就真的变好了，那其实也是对这个公司本身是件好事嘛。所以就说这个我们新西兰的首富，而且他为人非常非常非常低调，唯一一个非常高调的事情就是爱买游艇。他的就是家人啊，大家都不是很，都不是那种高调的人，很了解，就他的照片都极少，你很难找得到一张他清晰的照片，你就想他有多低调。但唯一一个不低调的就是特别喜欢买游艇，在路上看到他，可能你都不会注意到他吧？对，有可能，对吧？但是他住不住在新西兰你都不知道。是，所以游艇的事儿，就大家记得前段时间不是就被爆出来那个 Google Camp。就说其中有一艘游艇就是他的，对，就是说他那个坐自己的游艇，然后去了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具体从哪儿坐的游艇我们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就说他不是我们的首富，不是，但在整个的新西兰的这个富豪榜当中呢，其实房地产部分是帮了很多人，比如说新加入这个亿万行列的
这一位富豪他就是房地产的。还有呢，在今年的富豪榜当中，也有20位新上榜的富豪，其中只有4家是跟房地产不相关的，剩下都是跟房地产直接间接相关的公司，拿到了进入到这个富豪榜当中。哎，好吧，其实我可以说一条别的新闻吗？在最后一点点时间啊。然后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事情，又是推荐一个事情啊！就刚才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就说新西兰花了1万块钱买了一台高科技的机器，是想要说来卖这个自动贩卖小说。哦，对，是吧？这个机器，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我是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其实听小说，因为我是一个沉迷于听小说的一个人。就是你现在只要上我车，它自动连上以后，它放的不是歌，是小说。为什么 David 说这个？就是现在在看画面的朋友，就是我们像买饮料的那种，或者是有租 DVD、vending machine， 有租 DVD 的，有买饮料的，对，买小食品的，现在还可以买书。这一台机器1万块钱，它在 Timaru。然后它现在就是主要售卖一些短篇小说，希望大家从这个手持手机的这种感觉中拽回来。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我觉得这个idea 特别好。那 Kindle 算不算呢？ Kindle 我不爱用，我有 Kindle， 我买了很多书，但我不爱用。然后我现在就是听，比如说我走路的路上我就听，然后呢，现在我都听英文的小说，然后也是为了一直保持我在一个英文的环境里面，英文不要退步。然后这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当然，我希望如果大家可以放下手机看小说，或者是看看书，然后听听小说，其实真的对你的生活会有很多的改善。但这个机器1万多块钱，我也是觉得是有点贵了。然后当然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去图书馆好不好？尝鲜嘛，对，图书馆非常好。再跟大家来安利一波图书馆。图书馆，新西兰的图书馆，你去办卡不要钱，然后你在具体借书这些过程中都不要钱。然后其实你在20天看完它，看不完，你去续都可以。直接在网上都可以，对啊，你就可以续。然后并且现在图书馆，如果你在新西兰图书馆注册完以后，比如说在奥克兰，就拿我们奥克兰的这个中央图书馆来说，你注册完以后，他们现在还提供免费的电子书和免费的有声书以及免费杂志在线阅览。所以很多时候你做 research 的时候，你现在都不用去就去图书馆了，你都可以直接在家里就可以上网去看，然后同时可以听一些有声小说，然后再跟大家推荐，最近我在听米歇尔·奥巴马的那个自传，就最新一本的一个自传，我觉得建议大家去听。丰富一下生活嘛。其实讲真的，就是这个练英文啊，我当时有人问我说我怎么练英文，我就说我去听广播。其实听是练英文的一个还挺好用的东西。真的，就一开始你是听不懂，你先听懂2个词儿，渐渐你能听懂一句。你能听见一个语境，对，然后语境你开始猜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大家就说这个学英语你不知道什么词？因为它就用在这个环境当中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说到买书的事儿，可以考虑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到这。小教师觉得说怎么会突然间落在这儿了？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了9点57分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再次感谢一下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当然也会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好好的去发展自己，好吧？是。然后今天周5，然后感谢大家1周的陪伴。然后我们在下周1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周末。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